台湾人了解台湾事，欢迎回到阳光空气水，我是 YN， 我是 Jack。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的植物是大家经常种植在家中，也是许多室内设计杂志或是拍照搭配时能够看到它们踪影的植物——琴叶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独具质感的植物界网红琴叶榕吧。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喜爱着这片土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我们一起了解更多的植物故事。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你有听过琴叶榕吗？我有听过琴叶榕好像是一个蛮常出现在室内的一种植栽哦，它们的质感还蛮特别的，而且呢，它好像种植起来的难度也不是算是不会太高，然后对于光线的要求好像也没有到非常的严格，所以说很多人在室内在选盆栽选植物的种类的时候，可能就会仔细的考虑琴叶榕这个品种。没错，我们今天介绍的植物是桑科榕属的琴叶榕，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它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的丛林内。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引进了台湾。琴叶榕它很适合生长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并且它需要良好的光线，台湾也刚好满足了它的需求。植物高度的部分，野生或户外生长的植株最高可以达到15公尺高，而在室内高度限制下，则可以长到3公尺左右的高度。琴叶榕它的名字就是顾名思义，因为叶片长得很像乐器小提琴、大提琴的造型而得名。它拥有巨大的皮革质感的绿色叶片，还有垂直向上伸展的树干。也因为它拥有这样的质感，所以它不太需要修剪，而且很好照顾。所以许多人喜欢在家中比较宽敞的空间内种植一大盆的琴叶榕，来增加一些生气和氛围。琴叶榕的种类还有2类，一种是大叶琴叶榕，而另一种就是小叶琴叶榕。大叶琴叶榕它的叶子很巨大，植株可以长到180公分高，而且还会生长果实。果实的样貌跟无花果长得很像，但它和无花果不同的是，它是不可以食用的，因为果实里它里面含有草酸钙晶体，而它的汁液也会有轻微的毒性，所以如果人或宠物咀嚼到植物的茎并且呢不小心食入它的汁液，就可能会导致一些流口水或呕吐的状况。这些汁液也会刺激人的眼睛还有皮肤，所以种植美丽的植物外，也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小孩和宠物不慎触碰到并且误食到了哦。而小叶琴叶榕它因为生长上的限制，它跟大叶琴叶榕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矮化的榕树种，叶片比较小，成熟的植株也不像刚刚的大叶琴叶榕那么大。小叶琴叶榕它可以长到大概90公分左右，成熟后呢，它就会停止发育，并且不会生长果实，通常会被作为小型的盆栽景观，很适合摆放在室内环境，像是窗台或者桌面上。我们前面有提到，琴叶榕喜欢温暖潮湿并且光线很良好的环境，它也是很受欢迎的室内植物哦。因此它很适合摆放在像是客厅或是部分遮阴的这种阳台，这种采光较好但是不会直晒的地方。因为琴叶榕它照射过多的直晒阳光，很容易出现白斑或是黄斑，而这种状况就会导致叶片不太健康。因此如果室内无法种植，必须摆在户外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遮阴，尽量让它在有遮阴处呢，它这样也会生长得比较好。相反的，琴叶榕虽然适合种植在室内，但如果光线不足，也会影响到它植株的成长哦。如果发现植株的叶片开始出现边缘发黄或是发黑的状况，就表示它的阳光太少了，建议可以隔个几天就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晒晒太阳，让植株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哦。而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常常将植株放在渐渐光照射的窗边，但因为植物生长的特性，它会追寻的光线，然后会向光倾斜，所以每隔一阵子就要记得转动一下你的盆栽，让植株可以均匀的受光，然后生长也会更加的笔直漂亮。讲到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几年前我也入手了一盆琴叶榕，它是我入手的第2盆观叶植物，就第1盆是龟背玉，然后第2盆是琴叶榕。我会选择入手琴叶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感很漂亮，然后和龟背玉很不同的是，它不需要特别修剪叶子，它就很漂亮了。而且在生活中能看到这样的生长茁壮的植物，也能很让人心情舒畅。不过呢，我觉得它比较种植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是，刚开始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它其实不太容易适应环境。不过呢，它其实度过这样比较漫长的适应期，它的植株就可以顺利的长大啦。然后它适应过后呢，它植株其实长大的过程就可以很轻松的照顾它，然后它也可以长得很茁壮。然后现在家里的琴叶榕它是摆放在客厅，也是大多人都会摆放的位置，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好的点景植物，有那种百看不腻的感觉。然后刚刚讲到了光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种植植物很重要的还有水分的给予。在水分给予的部分，我们什么时候来浇水呢？我们要为琴叶榕浇水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如果琴叶榕的土壤呢，它在表层大概在2个指节深干透的时候，我们再浇水就可以了，并且每次浇水都可以把它完全的浇透，避免过度干燥，因为过度干燥呢就会使叶片下
下垂，然后浇水后呢，就尽量避免它会积水，因为树根长期泡在水里就容易导致烂根的状况。琴叶榕我们常常会把它种植在室内环境，但在夏天，就现在这种天气，冷气房内呢，常常空气会比较干燥，除了经常我们要检查土壤湿度以外，我们也要让它避开风口，可以在叶片周围加湿或使用喷雾，然后经常使用湿抹布擦拭叶片。除了可以擦拭室内的落尘外，也可以让植株保持透气，然后湿润。然后琴叶榕这种植物啊，除了它是很棒的拍摄搭配以及室内空气净化摆饰外呢，在风水上它也是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它象征的和平、吉祥、如意，还有聚财的功用。而在家中摆放，也可以让家中有兴旺的含义，还有调养身心的作用，是很好的风水摆饰。有些会在玄关或书桌旁边摆一盆琴叶榕，这也可以让人的心情呢达到平和，然后内心可以有安定的作用。虽然琴叶榕的质感和外貌呢都很受欢迎，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摆放哦。在风水上，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像是大家经常摆放的客厅，如果家中的客厅或室内空间比较小，那就其实不太建议摆放琴叶榕，因为植株呢可以长到很大。如果家中客厅空间比较小，但植株的体积过大，这就很容易给人有那种压迫感。当时间一长，就很容易造成家中出现不和谐的状况。另一点风水的禁忌呢，就是在家中摆放琴叶榕，虽然含义上效果是很好的，但如果琴叶榕的叶子有发黄或发黑的状况，除了改善它的光照和水分外，也要及时将不健康的叶片剪除。因为除了观赏性受到影响，植株的养分也会被分散之外，也会对风水造成一些影响。像是在风水上，我们常常会说会造成一些负能量，在生活中会更容易感到心烦。不过这也是见仁见智啊。如果真心喜欢这种植物，相信只要种植的健康漂亮，都一定能让生活更增添色彩和生气。不同的说法，大家也都可以参考看看。在后疫情的时代下，其实许多人都开始种植各式各样美丽的植物，而我也是如此。虽然这么多年疫情常常让人感到沮丧或烦闷，不过种植植物呢，它确实是能让人感受到生活中有更多的生命力和希望。炎炎夏日，在家中种植一些植物呢，也可以增加一些树荫，还有降低一些炎热的气息。不过也要多注意植物的光照，夏天啊很容易光照太多或是热过头，所以就要多多注意，让土壤的湿度呢，还有遮蔽范围，让植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炎热的季节，长得更加茁壮吧。那你听完今天的介绍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介绍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呢，我们的观叶植物啊，其实有时候是具有一些围毒性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小心呢，它们流出了一些汁液啊，碰到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家里有养一些宠物的话，其实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哦。其实不只是今天介绍的琴叶榕，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龟背芋呢，它们也有一样的这样子的效果。所以说各位如果修剪啊，或者是不小心折断树枝的话，虽然说它们不是具有严重的毒性啦，但是对于小动物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威胁的。此外，我觉得今天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提到琴叶榕以及风水的介绍。在许多风水上面的观念来讲呢，家里种植一些绿色的植物，尤其是像琴叶榕这种外表看起来相当的大气，而且又深具绿意的植物，其实都会让人一回到家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放松自在的感觉。如果大家喜欢琴叶榕的话，也不妨啊到附近的花市啊，或者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台北花卉村，甚至呢，如果是住在新竹的朋友，我知道新竹动物园旁边有一个假日花市，大家有空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啊有没有琴叶榕的幼苗。我记得价格呢也是蛮实惠的。如果大家想要为家里增添一些绿意，想要有一种很有生气的感觉，也非常欢迎各位去种植琴叶榕哦。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叶片相当优美、质感满分并且生命力旺盛的琴叶榕。如果家中宽敞并且采光很不错的话，种植一盆琴叶榕是很好的选项哦。它不但能够柔化空间、净化空气，也能够增添一些生气，为疫情下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琴叶榕在生活中的应用以及照顾上的简单小知识，希望能分享给所有喜欢植物的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并且持续追踪，我们也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介绍更多的植物相关短片。大家都在家中种植了什么样的植物呢？欢迎在底下和我们留言分享，也可以订阅阳光空气水，和我们一起打开植物新世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晚安，拜拜。